又是宋三岁值班。这时宋三岁正在给爱宝放置竹子，瑞宝眼里没有别的东西，只看到了宋三岁的靴子。瑞宝看到宋三岁的靴子放在了树上，以为这是宋三岁特意给自己的呢。瑞宝一下就坐了起来，抱住了宋三岁的靴子，开始啃咬。瑞宝现在的牙齿很容易给宋三岁的皮靴咬穿，不过宋三岁没有给瑞宝皮靴，作为补偿给瑞宝拿来了胡萝卜。吃了宋三岁的胡萝卜后，瑞宝也变乖巧了，在宋三岁收拾竹子时也不再难为宋三岁。就这样，宋三岁在一旁收拾着竹子，瑞宝则在小汽车上像模像样的坐着，坐无聊了就拿起身旁的竹子磨牙。宋三岁看了立刻拿出手机记录，这模样说瑞宝就是一个小孩也不过分。看到宋三岁拿出了手机，瑞宝还害羞了，放下手机将头埋了起来。一会儿瑞宝感觉身上痒了，瑞宝在挠痒时也不看宋三岁，还要扭过头去挠。不过最后宋三岁都走了，瑞宝也没发现。瑞宝又扭头看了看，宋三岁确实走了。接着瑞宝抬起了小脚，表示自己只是换个姿势。人在尴尬时就是这样，小动作特别的多。一会儿宋三岁又回来了，瑞宝也停止了自己手上的行为。宋三岁最后忙碌完，又来到了乐宝这里，依旧是最传统的敲门方式。敲完门放下东西就走，而乐宝只能说：“来爸，你太客气了。”宋三岁现在为了让乐宝多吃点东西，真是操碎了心。看着宋三岁手中的竹子，姨姨们不禁感叹：猜想隔壁大象馆的大象家族，这夫妻俩的剩饭是越来越多了。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大象家族看到奶妈每天送来的竹子，搞得大象家族都怀疑自己每天的主食是不是竹子了。而实际上，大象家族吃饱家剩下的竹子，吃的都很香，而且有时还不够。对于大象来说，奶妈抱着的这样的一捧竹子，他们2口就能给其吃光，所以爱宝和乐宝可以放心挑拣，剩下的竹子都不会浪费，大象家族们会一律照收。虽然大象们看上去都比较粗糙，但饲养员们对于大象的喂养完全不输宝家成员。在世界大象日这一天，饲养员们给大象家族过了一个盛大的生日，而今年的这天还是大象科西克的生日，里面可谓是水果盛宴。对于在韩国天价的西瓜，也都是照喂不误。为了仪式感满满，还会给西瓜雕刻上年龄数字，再用胡萝卜等水果摆成祝福大象家族的祝福语。这样一份丰盛的生日宴便完成了。饲养员们从耗材到制作用了2天时间，结果科西克仅用几分钟就给吃光了。最后连饲养员们用竹子制作的桌子都没放过，都想将其给吃掉。科西克独享完生日蛋糕后，又来到家族享受饲养员们安排的水果冰球。贪吃的大象家族一人抱着一个冰球就往嘴巴里放，吃完水果再吃点宝家剩下的竹子。这一餐对大象家族来说吃得很是合适。今天爱宝和辉宝在园区睡醒，发现瑞宝不见了，因为今天下班点到了。爱宝和辉宝这时都在睡觉，只有瑞宝醒着，所以瑞宝只好独自走回了家。而宝家之所以下班时只有瑞宝醒着，那是因为当大家下午都在营业时，就瑞宝在睡觉。而辉宝这里下午的时候老忙了，先是为了一根竹子跟妈妈打架，然后被妈妈赶下了小床。被赶下小床后，辉宝没有放弃，仍是不断的往小床上爬。眼看离地面最低的位置被妈妈挡住了，辉宝又转头去别的地方，但是其他地方对辉宝来说都太高，自己腿太短，辉宝摔摔打打，非但没有爬上小亭子，反而给自己身上摔得跟挖煤去了一样。辉宝一次次的从攀爬中摔下后，索性躺在地上不起来了。等辉宝休息好后，再次攀爬小床。经历2次失败的辉宝迎来了他的第3次失败。3次失败过后，辉宝终于放弃了走捷径，终于选择了走一旁的爬梯。辉宝通过爬梯爬上来后，反将自己上不来的事情怪在了爱宝的头上，表示如果不是爱宝坐在这里，自己早爬上来了。爱宝不听，爱宝忙着吃竹子。一会儿，爱宝就这样轻轻的往后一扣，辉宝就老实了，因为辉宝差点被爱宝的这一靠挤扁，辉宝赶紧钻出来跑到前面。这次辉宝直接和妈妈正面对抗，不过辉宝很快就拜倒在了爱宝的拳头下。辉宝这点小体力很快就折腾累了，爱宝也被辉宝折腾得够呛，这得吃多少竹子才能补回来？而这时在树上睡觉的瑞宝醒了，就当别人都玩累了时，瑞宝这时醒了过来。就这样一会儿，别人都累了去睡觉了，唯独瑞宝这里还充满了玩耍。宋爷爷给瑞宝和辉宝从小泳池里提溜了出来，姐妹俩给自己造的浑身脏兮兮的。姐妹俩这是在妈妈的饮水盆里排队洗澡了呀。宋爷爷给姐妹俩放到小亭子上，打算先给其晾晒一下，自己回去拿毛巾。而这时躺在小亭子上的姐妹俩，辉宝给了瑞宝一巴掌，表示刚才要不是姐姐撅着屁股，爷爷肯定不会发现我。委屈的瑞宝向后退去，
一不小心踩空，直接从小亭子上摔了下去。这天早上，姨姨来到园区，爱宝坐在小木床上给游客们表演着吃播。爱宝的小生活越来越惬意了，逐渐向乐宝的生活状态发展。而辉宝又在欺负姐姐了。瑞宝不想搭理辉宝，躺在滑梯平台上任凭妹妹折腾。而在今天，江爷爷来接姐妹俩下班，江爷爷先是给在小滑梯上熟睡的瑞宝抱了起来，给其放到了小亭子上，让姐妹俩待在一起。而此时辉宝并没有睡觉，但江爷爷却认为辉宝应该是困了，给姐妹俩放到了一起。江爷爷轻拍着姐妹俩的身子，表示让姐妹俩快快入睡。在江爷爷这神奇的哄睡下，辉宝也跟着安静了下来。江爷爷给姐妹俩哄睡着，去打扫卫生。而困不着的辉宝表示自己愿意和爷爷一起营业。辉宝的注意力全在爷爷身上，爷爷去到哪儿，辉宝的小眼睛就看向哪儿。辉宝看到爷爷扛着竹子离开，感觉自己又可以自由的玩耍了。辉宝爬上独木桥，往小木床爬去。将爷爷放下竹子后，回到园区，给走到一半的辉宝重新抱了回去。之后，姐妹俩便老老实实的趴在小亭子上，看着爷爷在园区里走来走去。江爷爷看着辉宝这宝贝孙女，忍不住的走上前，将其抱进怀里，给其亲了一口。宋爷爷凑到瑞宝的耳边，小声的跟瑞宝说道：“该下班回家了。”早上姨姨到达园区时，爱宝回家去休息了。而此时的辉宝正坐在饮水盆里开心的泡澡。辉宝给自己晃动着身子，辉宝从小身体皮套就这么松。这时，宋爷爷迈着小碎步走了进来。宋爷爷来到园区为爱宝清理刚才吃过的竹子。辉宝挣扎着自己从小泳池里爬了上来，辉宝的小屁股上湿乎乎的。不过此时宋爷爷并没有发现异常的辉宝，宋爷爷正在和瑞宝玩耍。爷爷给瑞宝递了一根刚才爱宝吃剩的竹子，安抚了一下瑞宝的心态，然后自己趁机打扫小木床上的竹子。宋爷爷收拾完竹子后，扛着竹子离开，而瑞宝就这样一直乖乖的趴在小滑梯上。辉宝从饮水盆离开后，来到了小亭子上，坐在上面看着走来走去的爷爷。没一会儿，宋爷爷扛着新的竹子返回园区。宋爷爷给竹子放好后，没有过多的停留，转身离开。辉宝看着离去的爷爷，激动的从独木桥上摔了下来，一股脑的向着爷爷跑去。就在辉宝追逐爷爷时，爱宝重新返回了园区。爱宝径直来到小木床上，吃奶爸刚为自己准备的小零食和竹子。而最后没追上爷爷的辉宝，又折返回了小亭子。辉宝在小亭子上自己跟自己玩耍着，正在吃饭的姨姨渗入，福宝又不检点了，又将自己的大屁股对准了姨姨，屁股朝着姨姨开始产青团。福宝翘着自己的尾巴，酝酿了好一会儿，都没见有青团掉下来。福宝最近这是有点便秘啊。而此时的江爷爷也在拿着手机记录着福宝这一样子。福宝等的也很焦急，福宝用尽全身力气才将青团产了出来。产完青团后，福宝飞速跑走。青团产完，福宝身心都变舒畅了。福宝开心地跑到小树上，一瞬间又变成了乖乖女，坐在树杈中思考着什么。可能是刚才产青团时站得有点久了。福宝稍作休息后，从小滑梯上下来，开始找东西玩耍。福宝一会儿看看天空，一会儿看看姨姨们。福宝想给无聊的生活找点乐子。福宝在园区越发无聊，于是便来到通道门口等下班。而此时的乐宝也正在室内园区。乐宝作为宝家最开朗活泼的大熊猫，从来都不会让奶爸们担心心态的问题。这天姨姨一直看到熊猫馆闭园才离开。此时的室外园区已经黑天了，乐宝和福宝的园区此时空荡荡的。姨姨看着这景象表示，福宝将要离开韩国的伤感一下就涌上了心头。韩国的姨姨们都很难面对福宝将要离开韩国的事实。而早上时，姨姨还没有这种想法，因为暖洋洋的太阳洒在福宝身上。福宝坐在小亭子上，享受的吃着竹子，看上去满是温暖安逸的感觉，满满的治愈感。同时，福宝的竹子一口接着一口，看得姨姨们都饿了。